19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混乱与战火之中。在这动荡的背景下，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他公开反对战争，结果遭到了社会的排斥与孤立。正当他在社会上饱受打击时，命运又加重了他的痛苦，父亲去世，幼子病逝，妻子精神崩溃，这些接连而至的灾难将他推入了抑郁的深渊。然而，正是在这种极度的绝望中，黑塞开始了一段深入灵魂的探索。他意识到，真正的解脱并非源于外界的救赎，而是在灵魂深处寻找自我的意义。在精神治疗的帮助下，他重新振作，并将这段迷茫与觉醒的经历凝聚成了一部杰作《悉达多》。悉达多并不是佛陀释迦牟尼的故事，而是另一个寻找真理的灵魂的旅程。悉达多这位虚构的婆罗门青年，象征着每一个追寻生命真谛的人。他的旅程与佛陀相交，却并未追随佛陀的脚步，而是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探索之路。在经历了苦修、沉迷于世俗生活之后，悉达多终于在河流的低语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这部作品不仅映射了黑塞个人的精神救赎，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灵魂如何在繁华跃尽后获得觉醒的深刻反思。故事的开端发生在印度的古代，悉达多是婆罗门家族的贵族青年，从小生活优越，受到高度的尊崇和推崇。他智慧超群，天资卓越，拥有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使他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深陷在一种无形的困惑中。他渴望找到真正的内心平静与永恒的幸福，但在宗教和世俗的教导中，他始终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于是，他决定离开家园，走上自我探索的道路。离家后的悉达多与他的好友乔文达一起加入了苦行僧的行列。苦行僧的生活以禁欲、苦修为主，试图通过极端的身体折磨来达到精神的解脱。悉达多让炽热的太阳灼烧他的皮肤，让寒冷的雨水浸透他的骨髓，甚至在荆棘中行走，任由利刺刺穿他的脚掌。然而，这些痛苦的修行并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内心宁静。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到越来越迷茫，越来越困惑。在苦行的过程中，悉达多听说了佛陀乔达摩的教诲。乔达摩是一位被广泛尊崇的精神导师，他的教义吸引了无数人追随。悉达多决定前去拜访这位传奇人物，希望能够从他那里找到人生的答案。然而，尽管佛陀的教义博大精深，充满智慧，但悉达多意识到，这些外在的教导无法真正帮助他达到内心的觉醒。他意识到，任何外在的知识和教义，虽然可以启迪心智，但却不能替代一个人对自身内心的探索和理解。智慧必须从自己的体验中生发出来，而非他人所授。于是，悉达多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不再跟随任何导师，也不再依赖任何教义，而是决定独自一人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告别了好友乔文达，放弃了作为苦行僧的生活，开始进入尘世，体验人间的百态。他明白，唯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解答心中的疑问。进入尘世后，悉达多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城市。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名叫迦摩罗的美丽名妓。迦摩罗不仅教会了他爱情的艺术，也向他展示了世俗生活的多彩与复杂。悉达多沉浸在这些新奇的体验中，他学会了如何享受人生，如何在世俗的游戏中游刃有余。他在富商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了大量财富、仆人和奢华的住宅。悉达多在这段时间里过着放纵的生活，他逐渐迷失在酒肉、享乐、赌博之中，沉迷于物质的享受和感官的刺激。然而，繁华的生活并没有带给悉达多持久的满足。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内心逐渐被一种深深的空虚感所侵蚀。尽管他拥有一切物质的富足，但他的精神世界却陷入了深深的迷失与困顿。他开始厌恶自己，
厌恶这具沉溺于享乐的躯体。某一天，当他从一场醉酒的狂欢中醒来，照镜子时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自己，脸色憔悴，眼神暗淡，满是倦意和疲惫。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最厌恶的那种人，一个被欲望和贪婪驱使的行尸走肉。这种强烈的自我厌弃促使悉达多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不辞而别，抛弃了所有的财富和地位，独自来到一条河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就在他即将放弃的那一刻，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让他停下了脚步。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觉醒，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还未真正开始，过去的错误和迷茫正是他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必须重新开始，寻找真正的自我。悉达多回到了河边，在这里他遇到了曾经渡他过河的摆渡人瓦苏迪瓦。这位智慧的摆渡人没有对他指点什么大道理，只是安静地倾听悉达多的诉说，并建议他去聆听河水的声音。悉达多按照瓦苏迪瓦的建议，开始静心倾听河流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这平凡的流水声中渐渐感受到了一种深层的宁静和智慧。他明白了，人生如河水一样，尽管充满了波折与起伏，但终究还是要流向大海，归于平静。然而命运再次向他展现了其不可预测的一面。某一天，他的旧爱迦摩罗带着他们的儿子小悉达多出现在他面前。原来在悉达多离开后的岁月里，迦摩罗独自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并一心向佛。然而命运残酷，他在和悉达多重逢后不久便被毒蛇咬伤，奄奄一息。临终前，迦摩罗将儿子托付给悉达多，希望他能照顾好孩子。看着曾经美丽的迦摩罗在他面前失去生命，悉达多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悲痛和无奈。小悉达多对母亲的离世充满了痛苦与愤怒，他不愿接受悉达多的抚养，想要逃离这个令他感到压抑的环境。悉达多面对儿子的抗拒和痛苦，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说服他接受现实，跟随自己修行。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小悉达多最终还是离开了他。悉达多经历了从父亲的角度感受到的心碎，这让他回忆起自己当年执意离开家时父亲的痛苦。他突然明白了，人生是一个循环，每一代人都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和痛苦，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的生命轨迹。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痛苦和挣扎之后，悉达多回到了河边，再次倾听那条他熟悉的河流。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再试图从水声中分辨出具体的声音，而是接纳了所有的声音，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愤怒还是平静。通过这种全然的接纳，他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他明白了，人生的一切经历，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这些经历，而不是逃避或抗拒，才能让自己真正获得自由。这段经历让悉达多达到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高度。他不再执着于追求外在的物质财富或精神的极乐，而是学会了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他与船夫瓦苏迪瓦一起生活，默默地撑着小船，帮助人们渡河，用自己的方式感悟着人生的智慧。通过这种平凡的生活，他体会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安宁与满足。最终，悉达多达到了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觉醒。这种觉醒不是通过苦修或是宗教的教导获得的，而是在经历了人生的繁华与落寞之后，通过对自我与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接纳，逐渐形成的一种内心的宁静与淡然。正如河流的声音教给他的那样，人生充满了各种声音和体验，但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学会接受这些多样性，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悉达多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觉醒并不是在离群所居或是拒绝世俗中获得的，而是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繁华和痛苦之后，通过对这些经历的反思和理解，最终达到内心的平和与淡然。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和诱惑，
可能会迷失在其中，可能会感到痛苦和困惑，但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只有经历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成熟，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内心的自由与平静。黑塞通过悉达多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如何在繁华落尽之后找到真正的觉醒和内心的宁静。他让我们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逃避痛苦或是追求短暂的快乐，而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找到那份不为外物所扰的淡然与宁静。正如悉达多最终所领悟到的那样，人生的觉醒是在繁华跃尽之后才能够真正得到的。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